1910年4月23日，巴黎索邦大学。春日的阳光穿过古老而庄严的窗棂，洒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脸上。他的神情坚毅，眼神中沉淀着岁月的智慧与风霜。他不是法国人，而是一位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。此刻的他站在世界的思想殿堂，面对着欧洲最顶尖的学者、政要和学生，发表了一场名为《共和国的公民》的演讲。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探讨了民主、责任与进步。但就在演讲接近尾声时，他话锋一转，用一段充满力量、流传后世的话，为所有正在奋斗、被误解、被攻击的灵魂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辩护。他说，荣誉不属于那些冷眼旁观的批评家，也不属于那些指点江山、对实干家吹毛求疵的人。荣誉真正属于那些站在竞技场中央的人，他们的面容沾满了尘土、汗水与鲜血，他们英勇奋斗，一次又一次的犯错，又一次的跌倒后爬起，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能免于错误和缺点的。荣誉属于他们，那些真正投身于事业的人，那些满怀热忱、全力以赴的人。他们为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，在最好的情况下，他们将品尝胜利的果实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即使失败，他们也败得无所畏惧。因此，他们的位置永远不应与那些既不知胜利为何物，也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冷漠而胆怯的灵魂相提并论。这段话后来被称为竞技场上的人 The Man in the Arena。 罗斯福为何要说出这样一段话？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座被无数批评和诋毁包围的竞技场。他因推动改革而得罪既得利益者，因挑战传统而被保守派嘲讽，因其雷厉风行的作风而被讥笑为牛仔总统。反对者用最刻薄的漫画描绘他，用最恶毒的言辞攻击他，但他从未停下脚步。他知道那些站在场边的看客永远无法理解场内选手的呼吸与心跳，他们的指点除了暴露自身的空虚和胆怯，别无他用。与其浪费时间与他们辩解，不如用行动去开凿巴拿马运河，去建立国家公园，去挥舞温言在口、大棒在手的旗帜，去定义一个时代。这就是一种超越了个人荣辱的格局。格局是当你被污水泼溅时，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立刻反击，而是看清污水从何而来，以及自己要去的方向是否会因此改变。它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性，让你明白外界的评价，尤其是那些来自阴暗角落的诋毁，从来都无法定义你的价值。它们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是你的缺陷，而是对方内心的恐惧、焦虑与狭隘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，就能平静地审视生活中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无妄之灾。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当你拼尽全力，终于在事业上取得小小的突破，获得晋升时，办公室里那个平日与你关系尚可的同事，却开始在背后散播关于你不过是运气好，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的流言。当你下定决心，告别了油腻的外卖和无效的社交，坚持健身和阅读，身材和气质都焕然一新时，许久不见的朋友在聚会上酸溜溜地说，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，活得轻松点不好吗？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深夜学习的心得，或是周末参加行业论坛的感悟时，总会有人在评论区留下又在装努力了，不过是为了作秀给老板看的字眼。那一刻，你是否也曾感到委屈、愤怒，甚至开始自我怀疑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我太高调了，刺伤了别人？其实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你唯一的错就是你的光芒无意中闯入了他们安逸的心理暗示，照亮了他们不愿面对的角落，那里堆满了被拖延的计划，被放弃的梦想。
以及对自身停滞不前的深深焦虑。诋毁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恰恰是因为你在某个方面活成了他们渴望却又无力成为的样子。人类社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本能，就是透过比较来确认自身的位置。这本是中性的，是促进步的动力之一。看到邻居换了新车，我们可能会思考自己的理财规划；看到朋友考取了更高的学位，我们可能会审视自己的职业发展。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当身边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曾经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人，突然加速向前时，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是动力，而是一种名为差距焦虑的恐慌。你的每一次进步，对他们而言都是一次无声的提醒，提醒他们岁月在流逝，而自己却在原地踏步。你早起健身的打卡，是在提醒他们又一次睡到了日上三竿；你深夜学习的笔记，是在提醒他们又虚度了一个刷短影音的夜晚；你获得的奖励和成就，更是在无情地揭示他们在工作中的懈怠与敷衍。这种被比下去的感觉，会催生出一连串复杂而痛苦的情绪。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却不行？这是挫败感。他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这是嫉妒心。和他一比，我是不是太失败了？这是羞耻感。这些情绪如同无数根细小的针，扎在他们敏感而脆弱的自尊上。改变自己去追赶，太难了。那需要巨大的意志力，需要走出舒适区，需要承受奋斗的艰辛和不确定性。于是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一条看起来成本最低、见效最快的捷径——诋毁你。只要把你描述成一个靠关系、爱作秀、充满心机的人，他们内心的焦虑似乎就能得到片刻的缓解。因为在这个他们自己编织的故事里，你的成功不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才华，而是源于一些不光彩的因素。如此一来，他们自己的不努力、不成功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。这就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懒惰的学生，把同桌考第1名归结为他肯定偷偷补课了，真是个书呆子。通过给对方的努力贴上负面标签，来为自己的停滞寻找借口，这是一种极其廉价的自我安慰。真正可悲的是，那些热衷于诋毁的人，往往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。这并非巧合，因为他们把本该用来成长的精力全部耗费在了关注他人、挑剔他人、拉踩他人的内耗上。当你在钻研业务、提升专业技能时，他们在窃窃私语，讨论你的八卦；当你在规划未来、学习新知识时，他们在抱团取暖，嘲笑你的梦想不切实际。他们的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负面情绪和无效表达中被悄然偷走。他们沉浸在动动嘴就能赢过别人的幻觉里。这种深层次的恐慌会激发出强烈的攻击性，就像动物园里的猴群，一只猴子如果发现了新的食物来源，其他猴子有时会尖叫着冲过去，把食物抢走并扔掉。他们不是真的需要那些食物，而是无法忍受同伴拥有而我没有所带来的秩序被打破的失控感。所以，当你发现某些人对你的攻击变得歇斯底里，甚至有些失去理智时，你不必急着愤怒或自我怀疑。恰恰相反，你应该在内心深处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正用自己失态的言行为你发出一个最强烈的信号：你走的路走对了，你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，以至于他们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去解释，只能用最原始的攻击来掩盖内心的恐惧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，他被斥为挑战神灵的疯子；当第一辆汽车被发明出来，他被嘲笑为冒着黑烟的怪物，永远不可能取代马车。当马云第一次向人们描述电子商务的未来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不切实际的骗子。那些诋毁者用尽全力维护自己早已习惯的旧世界，
却无意中一次又一次地反证了新时代的黎明即将到来。那么，身处竞技场中央的我们，该如何面对那些从四面八方投来的、夹杂着嫉妒与恐惧的利剑呢？最愚蠢的做法是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去，试图与每一个投掷者辩论，向他们证明剑的来向是错的，自己不该被攻击。这恰恰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，你被成功地拖入了他们的泥潭，消耗了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让你偏离了自己前进的轨道。而最智慧的做法是罗斯福式的做法，承认噪音的存在，但绝不让噪音定义你的航向。首先，在认知上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火墙。当诋毁的声音传来时，请在心里立刻启动这道防火墙，默念3句话：一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；二，他的焦虑投射的是他的处境，与我的价值无关；三，我没有时间和义务去治愈他的心理内伤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保护。你必须明白，你的人生时间和情感能量是有限而宝贵的资源，绝不应该浪费在为别人的负面情绪买单上。当你从心底里建立起这种认知，那些诋毁的言辞就会像射向坚固墙壁的子弹，除了留下一点无关痛痒的痕迹，再也无法穿透你的内心。其次，学会把负能量巧妙地转化为成长燃料。每一次听到负面的评价，都将其视为一次来自外界的压力测试，测试你的决心是否坚定，你的目标是否清晰，然后立刻用行动来回应这次测试。如果有人质疑你在工作上的能力，那就用下一个更出色的项目成果来回应。如果有人嘲讽你追求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把你的生活经营得更加精彩，更加丰盛。如果有人攻击你的外貌或品味，那就用更自律的运动和更用心的修养，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光芒。这就是将诋毁工具化。你不是在与他们斗气，而是在利用他们提供的阻力，来锻炼自己飞翔的肌肉。每一次用行动战胜诋毁，都是在为你人生的飞轮增加一次推力。当你的成长速度足够快时，那些声音自然会被远远地甩在身后，连你的背影都无法再触及。最后，请坚信，时间和结果是比任何辩解都有力的武器。绝大多数的诋毁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自生自灭。那些说你不过是靠关系的人，当你一次又一次独立做出成绩时，他们会自己闭上嘴。那些说你瞎折腾的人，当你把折腾的事情做成了事业时，他们会陷入沉默。那些说你绝不可能成功的人，当你站在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时，他们会选择性地遗忘自己当初的断言。当然，如果诋毁越过了言论的边界，变成了造谣、诽谤，损害了你的实际利益和名誉，那么请收起你的犹豫，冷静地收集证据，用法律或事实给予最专业、最体面、最有力的一击。记住，此时回应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泄情绪，而是为了捍卫原则，是止损，不是斗气。哲学家叔本华曾说，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。但人生的真相却是，越是无关紧要的人，越喜欢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，而那些真正爱你、支持你、与你同频的人，他们只会忙着为你的每一步前行而喝彩。所以，不必再为那些刺耳的声音而内耗了。那些对你恶语相向的人，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向你传达一个信息：你已经走得比我远了。不必愤怒，不必解释，更不必回头。你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像罗斯福所说的那个竞技场上的人一样，专注于你脚下的路，把每一次诋毁都当作路边一块不起眼的里程碑。它标记着你的成长，也标记着你与那些观望者的距离又拉开了一步。当你持续向上，攀登到属于自己的那座山峰之顶，你会发现，曾经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声音，早已消散在山谷的风中，而你已经站在了他们甚至需要仰望、
却再也看不见的高度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从未被诋毁，而是世界喧嚣，我自前行。你唯一需要超越的，永远是昨天的自己。至于那些诋毁者，就让他们留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里，继续指点江山吧。毕竟，人生的赛道上，从来都是前行者无暇顾及噪音，落后者才会斤斤计较。